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蝶。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我来跟大家总结一下过去裸辞的一年，做好总结才能更坚定的往下走，对吧？我之前在小红书上征集了大家的问题，稍微整理了一下，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生存、心理、未来规划、兼职及其他。首先从大家最感兴趣的问题开始，我的钱从哪里来？我的收入结构怎么样？我现在有两部分的钱，一个是存款，一个是收入。我的存款呢，是从大学做兼职到工作1年拿了一笔年终奖之后的数额。我的收入呢，目前是一份星巴克的兼职加自媒体的收入。自媒体的收入有3个部分：广告收入、视频流量收入，还有带货分成。这是我摸索了1年之后觉得可以继续投入的2份工作，也构成了我目前的收入。跟上班的时候相比呢，自由职业的收入很不稳定。举个例子，如果我3个月没接到广告，我这3个月就要吃存款。那如果我1个月多接几个广告，可能就够我吃接下来的3个月。大概就这样，非常不稳定，需要适应。收入够日常生活吗？虽然感觉物欲蛮低的，但是毕竟还是要在上海租房什么的，是在花存款吗？感觉是一种可以借鉴的新的生活方式呢，以及想看看未来做数字游民或自由职业者的准备和可能性。过去1年，我的收入是够生活的，手动给我点赞好不好？我裸辞的前半年基本上在消耗存款，而且消耗速度还蛮快的，因为一直在休息啊、旅行啊，想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后半年想清楚之后，又做兼职，又努力做自媒体，竟然把存款的缺口补上了。粗略的算一下，我现在的存款跟我去年裸辞的时候差不多。这1年的存款的消耗情况比我想象的乐观，我以为我花了很多，没想到算下来是平账，还蛮开心的。我给自己设了一个底线，如果我的存款只剩下现在1/10的话，我可能会请求家人支援，或者找班上赚钱。第3个问题，一天都在干什么？快速的跟大家讲一下我最近每天在干什么。每周2、3、4呢，我去星巴克兼职半天，早上6点半到12点，下班后回家做视频学习。每周1呢，我待在家做视频学习。每周5呢，去咖啡厅做视频。周末出去玩或者跟家人见面，就这么简单。具体的一天怎么过的，大家可以去看我上一支 daily vlog。大家看我的时间表，感觉蛮自由的，对不对？但我挣扎了很多个版本，才形成了现在这个执行起来比较合理的版本。人是有很多惰性需要去克服的，得找到做事情的动力才行，不然的话自由就会变成一种困扰。第4个问题，社保方面现在是怎么处理的？断缴还是自己在交呢？社保断缴，我交了上海的居民医保，1年1000块左右，因为我只上了1年班嘛，社保也就交了1年，断缴好像也没有很可惜，但这是我的想法。上海的灵活就业自己缴社保的话，每个月要2000多，我综合考虑下来就不缴了。哪天我收入提升了，我就去缴。第5个问题，是否理财？理财心得，理财是不是范围挺广的？我没买什么基金，我比较保守吧，我大概就是把钱存在银行的定存，整存整取，有1年、2年、3年的这样一个存期，到期之后取出来会有一笔利息，整存整取到期才能取嘛，这笔钱相当于就是平时不动，也算是我的存款安全线吧。第6个问题，离职前存了多少钱才有离职的勇气？这因人而异，涉及到的因素很多，你在哪个城市生活，你自己的物欲怎么样，预期的收入怎么样。我的话，我短期内还是会生活在上海，我会觉得5位数会够吗？7位数是不是有点太难存了？那要不要6位数？好，差不多，这是我觉得我能达到且比较给我安全感的数额，大家可以自己评估一下嘛。如果你觉得5位数就还蛮有安全感，那就够了。如果你觉得7位数很好存啊，那当然存到7位数再离职，对不对？更有安全感。想问问小蝶，辞职后男朋友会介意自己一直不找工作吗？他亲口说的他不介意，而且他行动上也是这样做的，也一直在支持我嘛。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之前有详细的录一期播客节目，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听听看。你们俩的房租和日常花销是怎么分配的呀？日常开销没有怎么算过，就你一顿我一顿嘛。出去旅行的话，一个人负责机票，一个人负责酒店，然后平时的花费的话也是你来我往，因为从来没有认真算过账。但是我们内心都觉得差不多，也就一直这样下去了。会不会因为没有收入陷入内耗？我觉得半年内没有收入我可以接受，半年以上没有收入就会开始焦虑，就会想办法要赚钱，做兼职，做自媒体，不会内耗太久，因为内耗我也不会有收入，还是要做事情。
才有可能有收入。收入多少钱是一回事儿，重要的是有收入，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让你知道 OK 我有能力赚钱的，所以不用焦虑，先打起精神来吧，才会赚到更多钱，否则一直内耗，钱从哪儿来呢？ OK， 以上是第一趴。第二趴心理，这趴问题很多很多，朋友们。第一个问题，后悔过吗？ Of course， 尤其是在裸辞6个月的那个时间点，就是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的时候，最后悔。那个时候说，哎呀，要不然我找个班上吧，稳妥一点，那我就不用经历现在这么痛苦的时间。所有人都每个月有固定工资，所有人只有我没有，我就是那一个 like a loser。当下此刻我就是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的时候，要不然就回去。最后呢，还好我坚持下来了，走出了一步，但没有走出那后退的一步，往前走了一步的意思就是找了个兼职，有了一个有收入的信号，心态调整过来了，自媒体也开始活跃的做，就再也没后悔过了，直到现在。辞职之后会感到没有安全感吗？这么问是因为我即将面临毕业要找工作，觉得一份稳定的工作会让我感到人生按部就班，会对未来的生活有安全感，甚至会把要有工作当做我现在最大目标。当然会没有安全感啦，这也是我毕业之后先做了1年的工作才裸辞的原因。我也需要安全感，我也需要去试试看我到底适不适合工作，不是我也不知道我这么讨厌那份工作，不是我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决心要裸辞。我觉得毕业当下觉得找一份工作是最大的任务也很好理解呀，大家都工作嘛。我觉得先经历一下，积累自己内心的专属于你的一个感受，对你来说还是挺重要，对你的决定。辞职之后的不安全感是，尤其在自己想不清楚当下要做什么，就相当于你停住了，那所有人都在往前走。 OK， 又是所有人其实不是所有人，但是你会想象除了我以外的所有人都在奔跑，我却停在原地的这种感觉。我在这个社会上到底站在什么位置？大家都在上班，我不上班，我的社会位置在哪儿？我的个人价值在哪儿？就是因为自己太特殊了，所以很没安全感。因为上班的时候你不需要每一步都先想清楚再去走那一步，反正我就是有个班上，我每天该干嘛干嘛我就去做了。但是离职之后你每一步可能都要想得很清楚不然你都会回头会焦虑，因为这是你的选择。上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的选择，大家都这样做，那我也这样做。如果换做我毕业之后立刻进入自由职业的状态，我也会焦虑到爆炸。可能没有按照社会认可的标准职业发展成长，会觉得焦虑吗？有的话如何应对焦虑？欧盟闹钟响了，抢干嘛呢？裸辞的初期会焦虑，因为我过去一直走在那条标准的路上嘛，现在突然换了一条道，你刚裸辞还真的想不清楚该做什么，想要什么，就会焦虑。所以这个时候呢，只能直面焦虑。如果你逃避，那你就回去上班好了。直面焦虑背后真正的问题，你想做什么？关于如何直面焦虑，如何应对各种消极情绪，我之前专门出过一期视频，讲这半年来情绪 EBP 给我的支撑，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小蝶的终极人生追求是什么？哈哈，很好奇，从 B 站开始关注小蝶好多年了，我们还要一直陪伴下去哦，必须的必。好，现在的小蝶的终极人生追求是过快乐的生活，向更多人传递快乐。马早。我喜欢在星巴克兼职，是因为那是一个机会，让我面对面的笑着跟陌生人说话。然后在网上的话，我就希望来看我视频的人可以获得能量或者笑一笑。而且我发现我传递快乐的话，我也会收到很多人的正反馈，我也会变得快乐。这件事让我看到了我的个人价值，同时给我带来一定的收入。想问小蝶，是什么原因最直接的导致了裸辞？一句话总结，我的那份工作让我感觉到个人价值感极低，让我对未来的预期非常糟糕。想问一下小蝶，做出这个决定的勇气来源于哪里啊？感觉如果是我本人的话，可能很难放弃或者做出决定。如何下定决心辞职？当时有什么心理准备或者经济储备吗？我的勇气来源于1. 存款，2.
对自己的信心，也就是我有信心养活自己。3，我太想要个人价值了，那份工作给不了。想问一下小蝶，在没有稳定工作的情况下，会焦虑未来吗？比如没有稳定收入来源，以后的生活怎么保证？还有会不会觉得现在不找一份正式工作，以后想回归职场的时候会不顺利？我没有想到未来那么遥远而且我相信我善良、真诚、快乐，以后应该不会过得很惨吧。而且就算现在有稳定的工作，未来也不一定有稳定的收入，所以要不然先过好当下吧。还有就是没有想要回到职场正式工作就没那么重要了。请问小蝶怎么看待脱掉孔乙己外衫坐班式和非坐班式的感受？很多东西是外界施加的，我以前非常在意，但是在意到一个临界点之后就变得非常不在意了，就变得很虚无，这些标准这些外界的看法都变烟消云散。可能我现在比较务实吧，管他什么长衫外衫，我只想要养活自己，向更多人传递快乐，其他的就随便吧。真的坐班的话就是在格子间里面看电脑，在咖啡厅兼职的话就是站在店里向顾客打招呼，给顾客做饮料，让顾客开心。我个人觉得坐班只是为了拿工资，但是在咖啡厅兼职的话，除了工资还有体验，不管是跟同事的互动还是跟顾客的互动，都是很重要的体验。想问一下心态上有没有新的变化，比如从容面对生活中的事情，压力，身体上更健康等等。在裸辞1年后的这个节点，这个春天我变得快乐了很多，好像我回到了5年前的那种快乐，很单纯的快乐。我又实实在在的经历了这5年，所以我很珍惜，也更喜欢现在的这个状态，比较少跟陈老师发火了，而且跟他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发自内心的快乐了。我现在发视频出去，就算数据没以前好，或者是怎样怎样，我都没有特别焦虑了，因为我觉得看过的人开心就好，没有看过的人那是他们的损失，对不对？会觉得生活有盼头。喜欢这种朋友局，我想问小蝶，裸辞旅行后身体上心态上有什么变化，以及怎么看待自己的学历背景和职业选择？我觉得旅行很快乐，回到日常生活当中我也很快乐，我觉得这2种状态定期的去体验很满足。我的学历背景很好，我现在选择的自由职业很适合我，我北大交大毕业，我在咖啡厅兼职，我觉得不浪费，因为我会尽我所能的去感受这份兼职，至少比我在大厂坐班有价值有意义多了。当然这是我的看法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我呢选择相信自己的判断。小蝶裸辞这么久，对于男友一直以来的支持，是不是内心充满了感恩和感动？请大声说出来。感恩感动这个问题呢是陈老师提的，让我们在这里感谢陈老师过去1年的支持与关爱，希望您以后还继续支持小蝶 kiss kiss 小蝶裸辞之后怎么保持专注力呢？我看你的视频一直都每天保持着专注力，不管是看电影还是码字，对于我来说，我工作以后很难保持专注力去干一件事情。首先我没有每天一直都保持专注力我之前坐班的时候也很难保持专注力啦，就是现在的话因为时间太多了，一直休息真的会很痛苦，所以就会先做规划，定闹钟，督促自己去做事情。包括我找了一个星巴克的兼职，每天早上很早起，也是为了让自己一整天有点秩序，强制执行，再去感受那种正向反馈，再不断的反复的去执行。小蝶会有年龄焦虑吗？我跟你一样也是97的，今年已经28岁了，研究生毕业之后的2年时间嗖的一下过去了，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好害怕自己一眨眼变成中年人，但一事无成。别害怕，你不会一眨眼就变中年人的，你离中年人还有几十年呢。28岁耶，人生的大好年华哎，别焦虑，快乐一天是一天。你想这么多，你会变年轻吗？不会。所以我们就享受当下，享受你的28岁。父母一直催找对象怎么办？想问一下小蝶，如何面对父母的催婚、催结婚？如何说服上一代的观点？我真的找不到合适的，要不然你们帮我找。父母催父母找，压力给到父母，一般父母到这里就不催了。如果父母真的给你找了，合适的话就试试看，不合适的话你就说，你们要为我的婚姻负责一辈子吗？现在家暴新闻那么多，我真的很害怕被家暴，我现在只想搞事业，钱赚到我自己的口袋里，谁也别想欺负我。2代人的观念不同很正常，接受差异，求同存异，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小蝶想问一下，辞职后如何实现物质和心理的自洽？周围亲戚朋友如何逐渐理解你的态度？得有物质基础，也就是存款，供你在没有收入的时候生活；得有收入，逐渐的填补掉你存款的空缺。然后我不太在意周围的亲戚朋友怎么看我，我只想自己过得好啊。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你一直在想别人怎么看你，你就没精力过好自己的生活了。不要让别人来分散你的精力 ，OK？ 小蝶非常想问你是怎么找到自己喜欢的生活并为之努力的？在这个过程中有担心自己的选择是错的时刻吗？不断尝试，不合适就继续试，合适就坚持做下去。当然会担心自己选错啊，但是都已经选择了，就试看呗。如果真的错了，那你再回头尝试别的新的东西。如果没选错，那你的担心就是多余的。所以为了让自己有更多的试错机会，存款一定要够用一段时间。会因为同辈压力而怀疑自己吗？面对同龄人压力如何处理？同辈压力是一直都有的，大家过的生活不一样，用同一个标准去衡量是很不公平的。我虽然没房没车，但是我很自由。我的朋友们虽然不自由，但是他们有房有车，说不定大家在互相羡慕努力过好自己的生活吧。还有就是我不刷朋友圈，我也不刷光鲜亮丽的社交媒体，所以我的内心比较平静。高中就开始喜欢小蝶，现在读研，在小红书遇见小蝶，真是互联网美好的缘分呀！想问问小蝶，觉得自己认真生活的动力来源于哪些地方？想问问小蝶，觉得自己赖以生存能力是什么？比如剪视频、写东西还是别的？想问问小蝶，未来想做啥啊？我觉得我动力来源是我对自己的爱和信心。就我希望我自己是快乐的，我希望能够找到个人价值，我希望我可以成为传递快乐和能量的人。除了我自己，没有人更关心我。爸妈还有陈老师都很爱我，那我觉得我是最爱我的，所以我希望我怎样，我希望我怎样，我希望怎样。好像我的选择也都是基于我的喜好、我的内心、我的感受。赖以生存能力，首先最基本的就是我真的自认为我是一个善良的人、真诚的人。我觉得没有这些，我可能什么都做不了，有点抽象啊。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第一个就想到这个。第二个就是共情能力，我很能感受到别人的情绪、情感，所以我会很敏感的感受到爱意，也会想要去散播爱意。接下来就是硬技能了，比如写东西啊、剪视频啊。未来想做啥？其实我觉得现在真的很好，我希望保持现状，但是未来肯定还是会有很多变化。我希望我能够保持快乐 ，you know， 珍惜吧。为什么会觉得现阶段快乐是比较难得需要珍惜的？是因为这几年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了，每一件事情它都跟快乐没有那么沾边，哪怕有一点快乐它也是短暂的。快乐它是一股超级强大的能量，我以前觉得我的能量它是固定在这里的，它是一个固定值。我现在发现当我快乐，我的能量会增长，然后这份能量多出来了，我就可以拿去分享给别人了，这种感觉特别强烈。最近对的，想问问小蝶，裸辞之后会和父母的想法起冲突吗？如何沟通？反正记住就是先别生气，先别急。我觉得可能耐心的、真诚的说出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是两代人，思想上啊、经历上差异是很多的，我们只能不断的一次的去沟通，让对方知道我的想法。你要明确的说出来，才有可能会被理解。被理解是个结果，但你说是一个开始。想知道和父母消费观不一样该怎么避免被他们影响？不要跟父母住在一起，自己出来住。还有就是经济独立。以上呢是第2趴心理，接下来是第3趴未来规划。小蝶以后会一直自由职业下去，还是会回归职场呢？未来有什么打算？暂时不考虑回归职场，因为过去的1年我养活了自己。第2年呢，我也有信心养活自己，而且想要存一点钱。当然，如果哪天我没钱了，我应该会找个班上赚钱，赚够了钱再辞职，真的。然后小蝶，请问你不找新工作是因为还在探索喜欢的工作类型，还是单纯热爱自由职业，想多点时间看看书写作呢？为什么不找新工作？我热爱自由职业，我热爱为自己赚钱，我热爱传递快乐，不想坐班。小蝶有考虑过出国工作吗？考虑过，但不现实。
因为感觉前期投入很多，要先存钱，再加上陈老师跟我父母都在上海，我平时会想见他们，所以应该去不了太远的地方。小蝶会考虑未来和男朋友的结婚定居问题吗？我想到未来要买房就会有经济压力，不敢没有收入。我没有考虑结婚、买房、定居的问题，然后暂时会在上海租房生活，目前是生活满足状态。买房的那个压力是我承受不来的，所以我选择不承受。我们速速的来到了第4趴，兼职及其他。小蝶最推荐的旅游的地方是哪里？国外也可以。没去过日本的话，建议去日本。然后我觉得济州岛也不错，普吉岛也不错，巴厘岛也不错。小蝶接下来想去哪个城市旅游呢？我想去海边，然后考虑到其他个人问题，应该会东南亚的海边吧。有去世界更远的地方计划吗？欧洲？问号。先存钱吧。我过去1年只是养活了自己，今年想要存钱。在星巴克兼职怎么样？挺好的。首先，我的店长非常非常好。其次，这个兼职给我带来一点收入。最后，这个兼职让我早起，调整了我的生物钟，让我打起精神做别的事情。高学历咖啡店兼职，咖啡店同事会问小蝶哪些问题，小蝶怎么应对的？我的店长经常问我，周末去哪里玩啦？我就会手舞足蹈的告诉我店长，我周末去哪里玩了。我刚去的时候，有一个男同事问我，你可是北大毕业的？我忘记是怎么回的了，反正对男的我一般没耐心，不搭理。开玩笑，就是说 ，Yeah, that's all。最近人生计划有些调整，也想要去星巴克上班，小蝶是否方便说一下星巴克兼职和全职的要求与区别？是否建议去上班呢？据我所知，星巴克的兼职有2种，一种是学生兼职，一种是社会兼职。学生兼职的话，就是你一定要是在校生，然后社会兼职的话，每个地区的要求不一样。我在上海的话，我就没有自己交社保，也可以去星巴克兼职。具体的要求还是需要查阅一下相关资料。社会兼职每周最多工作24小时，全职的话每周工作40小时。全职有5险1金，兼职没有。是否建议去上班呢？这个因人而异。我现在之所以特别喜欢这份兼职，是因为我的店长人非常好，如果没有他，我早就离职了。然后就算是咖啡厅兼职，它也是一份工作，要做好心理准备。如果你想清楚了，那就去吧。建议直接到店里去问店经理。想问裸辞真的能改变人生吗？那么多裸辞博主，是不是大多数归宿都是回去工作？我也不知道裸辞能不能改变我的人生我才27岁，我只知道我裸辞的这1年很值得，我现在很开心，很快乐。我没做过统计，不知道裸辞的大家是不是最终归宿要回去工作。我是暂时不想回去工作了，但是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回去工作了，也不意外，人生嘛，就是会有很多变化。裸辞之后发生的一些难忘瞬间，我觉得可能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事儿。首先，裸辞的这1年，我和我妈妈爸爸的关系有了质的飞跃，这是我要第一个说的。因为这1年我真的花了很多心思在跟他们沟通，在跟他们相处。这个是我如果上班的话绝对做不到的，因为这很花时间跟精力。如果我在上班，我可能整个人都非常消极，然后也没什么耐心，更别说去深度思考我们之间的关系。第二个是，也可能有点抽象，那就是我找回了快乐的能力，时隔很久，再一次感受到快乐的力量。这怎么来的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是这1年的经历慢慢累积起来的。第3个，可能刚说的这2个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呀。接下来来到了我们的 Part 5 Part 5。第一个，真的太自由了，很难适应，花了很多时间适应。一开始就放纵自己休息，所以说裸辞之后任何事情都要靠自觉，什么时候吃饭、作息时间、工作时间全靠自觉。这1年真的一直在磕磕绊绊的形成了现在的这个时间表，我觉得非常适合我。然后第2点，运动游戏娱乐的时间对我来说很奢侈，我很舍不得花时间做这些事情，然后就说要不然别运动了吧，要不然写点东西吧，至少有点产出。之前上班的时候，什么运动、游戏干嘛的这些娱乐，心安理得，完全你知道，我都辛苦上班这么久了，我还不能休息娱乐一下吗？当然可以，
但现在呢，就是感觉我大多数时候都很自由，很舒适。不管是我剪视频，我去星巴克兼职，我还是很快乐，大多时候都很快乐，就是没有那种放纵时刻。运动觉得有点浪费时间，但是运动很重要，朋友们。好，我现在嗓子有点哑了，因为已经录了快 2 hours。裸辞教会我最重要的是，无论如何都要想清楚自己想做什么。在你想清楚之前，很多事情都很焦虑。那你要通过什么方式去想清楚呢？不断的尝试。我先去尝试 A， 尝试 B， 再尝试 C。还有就是保持独立思考，保持与他人的交流。好，最后一个问题，我到底应不应该辞职或裸辞？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重要的是你要想清楚，别人说什么都不管用。裸辞不是答案，是重新提问的开始。就像我前面说的，你在上班的时候，可能你走每一步，做每一个决定，你都不需要思考，因为大家都是这样的，你就跟着大家做就好了。但是裸辞之后，你每一步都要问清楚，我真的要这样做吗？我真的想吗？我到底该怎么做？每一步都想清楚，每一步都问清楚自己，好多问题在等你回答，不着急，慢慢来。因为我也是花了1年，可能现在还有好多问题正在等着我，只是我解决了部分的问题，我觉得当下很满足，我也有动力，有力量去应对接下来的问题了。关键是你要想清楚。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聊天。好啦，今天的 Q&A 就到这里了。可能有些问题没有回答到，还请见谅。有机会的话，我们再继续聊，好吗？拜拜，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拜拜。我来拍个封面吧。我的脚麻了。